钩机已经开始挖到阿龙的院子了，厨房也要拆除了。阿龙的房子即将迎来大改造，期间阿龙也不忘了去收获黄瓜到村口去卖。阿龙在越南竹房子里终于吃上自己的劳动果实了，一家4口吃得很开心。你知道他们在吃什么美食吗？有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从播种到收获，要的是这个过程，自己动手种植，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。这种快乐现在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。玉米长势又小又矮，看来收获也肯定不多。种植的时候选的品种不好，加上之前种植的时候周围全是树，所以才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。可以看到下面的草长得都比玉米高了。一旁的小儿子也参与了进来，一个富二代偷偷收获农场主的果实，当然也在情理之中，毕竟这么大的山头，将来肯定有自己的一份。玉米收获不多，这么一大片，虽然小，但是还是足够一家人吃的。可以看到小花一个手就可以拿5、6个。什么时候最幸福？肯定就是现在了。收获的时候是最开心的，虽然只够吃一顿，但也是自己亲手种的，不偷不抢，收获靠天。所以这也是阿龙一直在越南没有大富大贵的原因。要是想靠种地挣钱，在越南是相当难的，并且听说越南还有农管了，这是真是让国内朋友看笑话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回去直接开干吧。可以看到阿龙装玉米的器具，这个东西在你们老家叫什么？你会用你的老家话说吗？几根玉米全家出动，在我们眼里最常见的一种东西，在小花和孩子眼里，那肯定是算得上改善伙食的美味了。在山上可以吃到，又不用花钱。这么多玉米在超市卖3元1根，大家可以数数，如果买这么多花的钱，都要赶上阿龙卖几百棵树的钱了。可想而知贫富差距有多大。但是这影响阿龙的心情了吗？影响阿龙没有压力的生活了吗？没有钱照样过得很是开心。你看一家4口很是让人羡慕，这种场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事情。下锅巴看着可怜巴巴的玉米，又高兴又发愁。没办法，阿龙小花少吃点，好吃的都留给孩子吧，毕竟爸爸妈妈经常说不喜欢吃好吃的，这个话也只能骗骗小孩子。还是用传统的灶台，祖传的锅煮玉米。谁能想到这样四面透风的房子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虽然不透风，但是时常却吵骂声不断。所以你愿意坐在宝马车上哭，还是坐在自行车上笑？这是一个很矛盾而又现实的问题。偷偷的看看锅里，哎呀还没好，着急死了。这要是生活在煤气时代，早就开吃了。透过小小的门缝，照样可以看到里面的欢声笑语。雾气腾腾，马上就要出锅了，已经闻到天然不打药玉米的香味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吃了。个头不大，颗粒饱满，色泽鲜艳，香气迷人。这就是阿龙2个月的收获，一会便会瞬间吃完。但是给阿龙小花带来的却是一天的欢声笑语。小儿子张着大嘴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瞬间感觉比给孩子买汉堡包、蜜雪冰城冰激凌还要甜蜜蜜。你爱我，我爱你。玉米吃着甜蜜蜜，在小小的厨房里面吃呀吃呀吃小小的玉米乐开了花，一边吃一边望向自己打下来的天下，瞬间全部疲惫消失，满血复活。你看阿龙还在指点江山，阿龙这一指点不要紧，明天肯定又要有大动作了。吃着玉米，讨论着几百万的工程，哪里种玉米，哪里种花生，早就心中有数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便会一统全山，庄稼全面开花，牛羊漫山遍野，房子越盖越多，收入越来越多，烦恼越来越少，粉丝越来越多。你在等什么？还不点关注吗？虽然生活水平处在我们20年前，但是我相信阿龙早就看透了，20年以后慢慢布局，慢慢会变好的。加油吧阿龙，点关注吧老铁。清晨准备起床了，打开蚊帐，美好又忙碌的一天就算开始了。阿龙把蚊帐收拾整理好，破旧的房子里面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是万万想不到的。这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，和睡在荒郊野外没有区别，围墙也不到顶，山上蚊虫多，要不是蚊帐，想睡觉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可就是这样2个小家伙不哭不闹，没有一点起床气，早早的也就睡醒。虽然艰苦，但是室内却是很干净，很是让人佩服。2个孩子一人照顾一个，每天可以和孩子在一块，也算是最大的陪伴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。一个床4条腿住着4个人，屋里地面也已经走得发亮，更显得格外沧桑。越南山上昼夜温差大，到了后半夜其实是很难熬的。最近几天又下雨了，在山上1星期有8天都会下雨，很是让人讨厌。小花在院里梳理着头发，这种场景或许也只有在古诗词里遇到过。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不是你向往的？我想普通人也就是想想而已，真正可以坚持下来的或许只有阿龙和小花。今天约好钩机师傅上来平整院里，阿龙要大搞建设了，小院一天比一天好。小花在屋里开始忙碌做早饭，小雨也开始下了，选择今天开工，显然没有预判天气的变化，
毕竟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只能靠经验判断。阿龙过去帮司机查看机械状况，司机师傅再给机械补充燃料。像阿龙这样的土豪，以后上山用钩机的时候会越来越多。钩机老板也是碰到大生意了，机械很顺利的就发动了，机器一响黄金万两。大家知道钩机在越南干活的价格吗？说了以后怕你不信，价格低的让人很是怀疑。阿龙把要施工的范围告诉师傅，钩机也就开始干了。眼前看到一大片红薯，是阿飞小花亲手种植的，可惜遇到小院要改造，不得不把它们清理掉了。有了钩机，阿龙就省事多了，不然自己半年时间也改造不出来，还不如找机械几天就平整出来，赶紧种上庄稼，同样会有不错的收入。为了不耽误机械干活，还没做好饭的小花背着孩子也出来帮忙干活了，小儿子也在一旁自己玩着。趁着现在雨不是很大，抓紧时间忙碌一会。虽然有的已经长上了小小的红薯，但是该清理也就清理掉了，跟前几天收获玉米一样，长得很是小。由于是开荒出来地之后，第一年种植庄稼，所以收成不好也是很正常的。把红薯藤拔掉以后，偶尔还会看到小小的红薯。大家知道阿龙找来钩机平整场地之后要做什么吗？难道阿龙也想号召搞水稻上山吗？这暂时还是一个秘密，帮阿龙出主意。这么一大片土地，怎么安排收入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？虽然没有长上红薯，小花也很是节俭，要把红薯藤收集起来吃。小儿子还似乎寻找着收获的果实，奈何现在没有到收获季节，不过也当作是一种玩的乐趣吧。从起床到现在，阿龙还没有闲着，一直忙碌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自己以后的生活罢了。钩机上山已经挖到房子附近了，看来阿龙家里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，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机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直接把门前院里也铲平了，门口一棵桃树显然碍事了，直接挖掉，换一个位置重新移栽。阿龙在网友的鼓励下，也重新把自己的小院做了一个规划。显然以前的生活状况和收入已经满足不了一家4口了，房子也太小，随着孩子一天天不断长大，也好换位思考，重新改造自己的家。现在阿龙也舍得用机械给自己干活。自从上次阿龙干活受伤以后，也看得开了，只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，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找人帮忙，机械化生产才会有进步，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所以就从拆厨房开始，全部都重新改造。目前自己的小屋先留着，至少还有睡的地方。简易的厨房也没有一个做饭灶台，很是不方便。这次改造阿龙说会一步到位，首先也会改变现在四面透风的墙，因为晚上的寒冷实在是顶不住了。看似有房子住，但是全部都是用竹子搭建的墙面，竹子时间长了以后，好多地方已经腐烂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更何况现在的房子已经住了好长时间，山上雨水大，竹子长期受雨水的侵蚀，如果哪天有大风来袭，会直接把房子掀翻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所以要长远打算，提前改造。现在生活水平好了，上山的路也修好了，所以阿龙计划改建一个木房子，基础用沙子水泥砖制作，考虑长期使用了，防止以后为经常修理房子发愁。看着阿龙的生活在一天天变好，也说明了努力的人终究会有回报。所以今天把除了自己的房子以外的配套设施全部拆除，小钩机直接平整场地，为以后改建提前做准备。改造以后就再也不用住四面透风的竹子墙，网友不用每天为阿龙担心了。下着小雨，小儿子也在外面观看，在屋里一点也待不住。小男孩就是活泼，现在修了路，把院里也改造好，以后摩托车直接可以骑到家门口了，并且以后有人想参观自己的房子，看到自己过得还挺好，别人也会开心。历经不远万里来到越南，总是要混出一个样子的，变成一个让别人都佩服都羡慕的人。阿龙就是要证明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努力了都会有收获。所以即使开始下雨了，也挡不住阿龙小花现在忙碌的身影。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阿龙也是很幸福。如果阿龙没有去越南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估计现在还没结婚。即使自己是大学生，如果想买房子，付得起首付，肯定还不起房贷，所以不想被以后房子压身，所以才来到越南，带着几个月工资来了，就改变了一切，有了老婆小花和2个孩子，这样的机遇很是让人羡慕。同样的是，阿龙换了一个生活环境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所以有时候选择真的大于努力。可以看到小花很是贤惠，每天都会干活，没有脾气，就知道埋头苦干。这样的生活氛围，2个人想不幸福都难。以后的生活也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了，以后全部精力也都会放到孩子身上。挖掘机在雨里还在不停地干着，没用一会，这么大的场地已经平整得特别好了。要知道，阿龙所在越南镇里就这一个小钩机，如果谁家用得起钩机干活，那别人肯定羡慕得很。之前一直说阿龙带着1万现金闯荡越南，就是因为用到花钱的地方很少，1万就足够。
但阿龙在国内也肯定是有积蓄的，也是有家的，所以以后如果生活好了，肯定还是要回去看看的。阿龙家里迎来改造，寓意以后的生活又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的山上除了雨滴的声音，就是挖掘机的轰鸣声，整个山上仿佛都变得热闹了。这就是阿龙在越南的真实生活，真实到让你不相信。雨越下越大，司机师傅也不得不停下休息了。院里要改造的活还很多，所以天气好了以后继续吧。阿龙家的小院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敬请期待吧。今天阿龙一家全部上山采摘劳动果实，纯天然无公害大黄瓜，眼前漂亮的景色瞬间映入眼帘，大山绿植和白云，瞬间好想唱一首山歌，才能配上如此完美的景色，让人望眼欲穿。忽然一下想起过去，眼泪直流。阿龙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6年，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，心情都会变得美丽。在这里没有烦恼，只有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阿龙、小花和孩子到了自己家的田里，一大片的庄稼都是两口子慢慢开发出来，自己种植，自给自足。就是这样一对90后夫妻，把下地干活，每天变得仿佛就像度假一般的生活，很是让人羡慕。每天形影不离，很是恩爱。试问，还有比这更舒适、更安逸清贫的生活吗？不需要大富大贵，也不追求金钱的诱惑，够花就行，自己开心，家人健康，其他的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一个个黄瓜个头很大，很是新鲜。种植季节撒下几颗种子，现在收获这么多黄瓜，先不说吃，就是自己亲手摘的过程就非常解压，让人舒适。看吧，孩子高兴的要比去游乐园还开心，天真无邪，每天在泥土中长大，在玉米地的夹缝中种植黄瓜，一举两得。多余的还可以拿去集市卖钱，自己留一点够吃就行。有的是土地，只要地里可以生长的东西，阿龙从来都不缺。自己的山足足有几百亩，要不是自己没有时间，没有多余劳动力，不然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庄稼，白色黄色都有，摘都摘不完。自己种植从来不会打药，因为阿龙也没钱买药，全部都是自然生长，自然的颜色。阿龙背着竹筐一直在里面放，另外一边的小花背着孩子也在采摘，摘的时间长了，孩子已经累得睡了，在田间地头，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这或许是小孩子可以做的事情了，没有一点顾虑，天真无邪的童年。现在生活压力大，放到我们一般人身上，每天都在奔波忙碌，好多人就连睡觉做梦都是工作的事情，一点也走不出来。如果你累了，可以学学阿龙，来一次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，试着放松放松自己，把一切烦恼暂时放到脑后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来看看阿龙的收获，已经装满半筐了，这也就是半小时的收获，以后地里会有更多的收获。采摘一筐去集市卖上几十万，轻松得很。现在的庄稼就是阿龙的全部收入来源，所以每次到了收获季节，也是两口子最开心的时候。全部都是在山坡种植，所以上上下下很是费力气。小花还背着孩子，更是要更加小心。对于从小到大生活在山上的小花，这都是小菜一碟。论吃苦，绝对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和阿龙、小花比。矿里也快放满了，山路不好走，阿龙也休息会吧，坐下来尝尝自己的果实，让孩子也跟着吃，告诉孩子收获的不容易。背上的孩子仿佛都没有睡吧，干脆直接叫起来算了。可以看到小花这是什么习惯，到了哪里都要脱鞋光着脚，难道穿鞋不舒服吗？这个习惯可不好。坐下来休息会，就好像一家去野餐一样，虽然只有黄瓜，但是阿龙一家每天都有时间在一起，这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吧。阿龙把皮削掉，一个镰刀在山上可以干一切，一刀在手，没有阿龙解决不了的。自己的竹房子就是一刀一刀砍竹子，一点点搭建起来的。山上的蚊虫多，肯定又咬到孩子了，一直在挠头，有点虫子也太正常了，习惯就好了，反正也已经习以为常。阿龙把削好的黄瓜分享给自己的孩子，很是温馨。这么多的黄瓜自己肯定吃不完，所以阿龙一家准备去集市，把黄瓜卖掉之后再回家。喜欢阿龙生活你就关注哦。阿龙、小花在自己家庄稼地里忙活1个多小时，采摘一大筐黄瓜。小花还不嫌多，又放了几个。看来今天肯定是阿龙背竹筐了，这是怕闪不到阿龙的腰，把阿龙累坏了。晚上还能好好运动，好好相处吗？为了多卖钱太拼了。帅小伙阿龙虽然瘦，但是力气还是蛮大的，心里肯定也在嘀咕：放这么多一会掉下来，那不就尴尬了吗？看吧看吧，说了不听吧，我不管了，晚上我要请假休息，
摔坏了好几个，一会到了目的地只能自己吃了吧，毕竟一直走山路，上上下下很不方便。小花说肯定要多卖点了，不然马上盖新房子了。虽然盖房子不用还贷款，但是盖房子启动资金总要有吧。小花还想买个电视机呢，不奋斗怎么办？小花还走这么快，后面的阿龙弯着腰都快累死了，一个健步如飞，一个任劳任怨，最后再走几步，终于到地方了，赶紧放下吧，今天不多卖点钱都对不起自己受伤的腰。把筐放到地上之后就要准备出摊了，把史丹利的化肥袋子拿出来放到地上，干净又卫生。来到一个村口，今天只能靠运气了，周围基本没有人，小儿子也帮忙。这是要从小培养孩子摆摊吗？别人是让孩子体验生活，阿龙这是要动真格的呀，能放下面子出来摆摊，这个行为好多人都放不下面子。在这里没有城管，没有农管，摆出来放心大胆的卖吧。这里面的小不点，干脆一会谁来买瓜直接赠送吧，不然回去只能腌咸菜吧，别的也没用。一筐黄瓜，3个老板找一个木头，整整齐齐的坐在一起，一看就是家族企业，哈哈哈，做的整整齐齐的还没有人来，干脆自己先炫上一个吧，也给顾客打个样。无公害，削皮及时，不哄人不骗人，绝对的足斤足两，不玩虚的，没有场地费，给钱就卖。你有没有心动？想不想吃越南黄瓜？摆放的很是整齐，不亚于国内大型超市的做法，给人第一感觉就好。再加上阿龙算是外国人的身份，那肯定都会给阿龙面子。光是自己吃，也没有人过来买，这不就尴尬了吗？还没有出摊就结束了吗？今天可不能让网友看笑话呀！坐在十字路口等呀等呀等，种小小的黄瓜，摆小小的摊，顾客你赶快来呀来呀来呀！哎呀呀，来了来了，大哥要黄瓜吗？便宜又好吃。怎么还走了呀？真是不给面子呀！第一个人就让他跑了，还好又来人了。阿龙赶忙大老远就打招呼 ，It modulio saltrigano, I am Chota Mt Mui， 一口不太流利的越南语，最终把美女给吸引过来了。今天的第一个客人开张大吉了，必须让他多买点，哈哈哈！手里早就准备好钱了，看来今天卖100万还是有希望的。不错不错，买了2袋子，还给了小儿子一个酸奶喝，这可把孩子高兴坏了。这以后要是爱上摆摊怎么办？小花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。阿龙说的啥呀？叽里咕噜，能说汉语不？小花翻译说：黄瓜好吃吗？我来买点照顾照顾你。直到付完钱人家走了，阿龙还一脸懵了。一直在山上，本身接触外人就不多，所以一般有事情都找会汉语的人方便沟通。这不，村长家的老婆来买了，这可是10里8乡的富婆，今天能不能早点回家，全靠她了。阿龙、小花赶忙笑呵呵的打招呼，很怕怠慢了人家。人情世故到哪里都一样，那人家也必须给面子，直接说我全部都要了，使劲装吧，不差钱有的是钱，可劲装全部装完，就爱吃这口。阿龙看情况，3下5除2给他装满了，很怕他再吹牛后悔了。上称赶紧象征性的称下，碰到这样大客户，谁都会开心。你看村长家媳妇长得多富态，吃得好喝得好，就是不一样，全部卖光光了，收拾收拾可以回家了。大家知道今天阿龙小花卖了多少钱吗？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猜，大手拉小手，开开心心回家去。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记得点赞哦。